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新闻特别来宾，戴伟山发言人、林国成委员、蓝轩小姐、牛许婷委员、林涛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大家一直还在讨论了昨天的这个辩论啊，美国说贺锦丽呢攻势非常的强劲啊，川普火了啊，川普就平常都是他去让人家火了啊，现在人家让他火了啊。那贺锦丽可能呢现在可以变成一个反川普的共主啊，因为拜登那个时候就被川普修理啊，贺锦丽终于替这个川普出了一口气，替这个拜登出了一口气，替反川普人出了一口气，所以呢，贺锦丽变成一个这个反川普的共主。美国现在很奇怪了啊，真的投贺锦丽的，不见得真的喜欢贺锦丽，很讨厌川普。川普是一个爱恨非常的分明的人，爱他爱得要死。恨的人就恨得要死啊！尤其知识分子的人觉得说，真丢脸啊！我们怎么美国会选出这样的总统啊？但是呢，中产阶级白领的中产阶级呢，蓝领阶级的劳工其实有不少喜欢他啊。那其实华尔街也喜欢川普，真奇怪所以昨天呢，辩论呢，这个贺锦丽声势一度就是高起来的时候呢，华尔街非常的紧张因为呢，川普是减税的。这个民主党贺锦丽是要加税的所以呢，华尔街紧张好，那另外呢，这个他们不允许带笔记。昨天辩论前说可能是唯一的辩论，不过辩论会有不一定因为贺锦丽又是来，我们再来辩要不然11月再来一场换川普说，我考虑川普觉得我跟你辩论好像我占不到什么便宜那另外呢，这个贺锦丽呢主张叫机会经济。那川普讲的叫做美国要这个 strong again 再次强大那所以呢，他们昨天也算是一个经济辩论贺锦丽是说中产阶级要减税，但是呢要继续对抗通膨。川普是要为企业界减税，但是对进口关税要增加主要是让美国制造能够受到保护因为他们现在觉得美国制造成本太高了，打不过外国产品，那怎么办呢？就加关税那另外呢，这个说呢，川普没有能抓到进攻的机会，所以贺锦丽呢跑掉了主要在哪里？主要在移民、经济两个问题了因为拜登经济搞好不好，大家都看得出来嘛那但是呢，贺锦丽很巧妙的说，这你拜登造成，我们在收拾你烂摊子所以经济不好，你也有责任其实就说实话，这个拜登经济是没有搞好了那另外就是移民移民问题呢也是美国人很头痛的但是看起来显然拜登并没有痛击贺锦丽，拜登大概还想装一下绅士了就觉得说我这个男人对一个女候选人应该维持一定的风度就看起来贺锦丽抓着猛打他那所以呢 CNN 说川普表现是灾难级因为呢有63%都认为贺锦丽是赢的。我们看一下。刚刚辩论完不到24小时，贺锦丽跟川普又狭路相逢。本来贺锦丽转头没搭理，前纽约市长彭博当和事佬拉着贺锦丽跟一旁的川普握手，中间还站着刚退选的拜登总统，旁边还有骂过贺锦丽猫姑婆的川普副手范斯，真的很需要这一握化解尴尬。原来这是911 23周年活动，政治口水缓一下，真的只有一下下。You know, when you win, you don't really necessarily have to do it a second time. We won the debate according to every poll, every single poll. I think that are we going to do a rematch? I just don't know. 川普又说辩论是他赢了，真的吗？ He underestimated her as a debater. Presented very well. She was eloquent and was able to answer every question. 不管是 CNN 还是路透社辩论后的即时民调都显示，超过60%选民觉得川普没有赢。还有天后泰勒斯 po 文表态相挺，确实给贺锦丽带来一波新的支持者。The post from Swift officially backing Harris had 9.4 million likes. Now, on voter registration, this happened right after Taylor Swift endorsed Harris. 其实辩论前宾州的贺锦丽造势活动就播放泰勒斯歌曲，可能早就听到风声。贺阵营马上推出泰勒斯联名手环，售价640台币，马上预定一空。最气的当然还是川普，他受访说，反正又不是泰勒斯的粉丝，他本来就挺民主党可能在商业上付出代价。川普的好友马斯克话更酸 ，po 文写：好啦，你赢了啦，我给你孩子照顾你，被网友痛批，很恶心
马斯克实在是讲话实在很粗鄙了哈，因为泰勒斯说他没有孩子，但是有个猫，马斯克马上说你没有孩子，我给你孩子，猫我养你的猫，这实在已经公然实在是公然这个性骚扰了，公然性骚扰。来，江龙。马斯克讲话，如果在台湾的话，那大概一定是轩然大波，就是那种骚扰的那种味道，就不尊重女性味道非常的浓厚。好吧，不过总体来讲，我想不会有人认为说川普在这场表现是好的。我觉得川普从一开始的时候，从这场辩论一开始，川普似乎把自己设定为是这场辩论的主角。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领先者，他是一个主角，在气势上面，在辩论之前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川普应该胜算比较高，所以他采取的是比较守防御的一个姿态，好像把自己打扮成是已经是一个现任总统的感觉，这是川普的失误。所以事后我昨天深夜呢看 Fox News， 因为他比较能够呢代表共和党的这些选民的支持的立场。Fox News 呢其实对这场的选举的策略批评是很多的，认为川普应该直接把他的整个的辩论的团队呢直接的 fire 掉。好，那但是对贺锦丽来讲呢，贺锦丽虽然不是主角，因为事前对他期待不会很高，可是他的整个的气氛呢，感觉上面是他的主场的气氛，他不是主角，跟他主场的气氛。所以他进场的时候，他主动的找川普握手。川普呢已经保持了，就是他从2016年呢跟希拉里辩论，2020年呢跟拜登辩论，这次再跟拜登辩论，他创下了就是说辩论他从来不跟他握手，姿态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过去让我们觉得先礼后兵嘛，不管谁领先了，我对你的怨恨有多深，见面装个样子握个手，川普是不来这一套的。但是贺锦丽进来之后跟他握手，是呢，川普的礼貌呢还是跟他握了一下。现在呢，其实已经不需要去讨论这场辩论谁表现好，因为大家反正总还是有大概30%几的人认为呢，川普表现的是不错的，所以呢那个讨论没有意义。但是从总体的市场当中，你看三个指标，第一个你看赌盘呢，现在呢贺锦丽的就是说呢，这胜率呢是拉大的，所以贺锦丽现在的当选率呢大概到56%，川普呢大概在48%，相差呢大概差8个百分点。第二个呢，你看民调呢虽然现在跟辩论之前的时候呢差别不大，可是辩论前大家记得 CNN 的民调呢1个多月之后第一次，那川普呢再度的超越了贺锦丽，可是呢在辩论完了之后呢，看到了现在已经出来了两份的民调，贺锦丽呢大概又维持的到1到3个百分点的领先。第三个你就发现呢，资本市场的表现呢，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资本市场的表现，当看到呢川普的表现呢不如预期的时候，因为川普他不是减税的问题，川普是一直主张放松管制的，这个对资本市场非常的重要，所以资本市场对于川普回来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就像马斯克支持川普的逻辑是一样。他就对媒体他就不管啊，不会呢用很多的这种的政治正确的教条去限制媒体跟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是当呢川普呢居于下风了之后，就发现呢整个市场呢对于这场的选举其实已经有了判断。不过现在离选举投票呢还有50几天的时间，我觉得因为中间呢还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两个人的差距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说谁一定会输，谁一定会，除非你是可以调整你的下注对象的那种的下注，否则呢看戏就好了。好不好？这个CNN调查63%说贺锦丽赢了啊，不过 Fox News 又反过来说92%都认为这个川普变得比较好。Fox News 然后呢44%呢认为呢贺锦丽比较了解这个选民的困境啊。那这也是 CNN 的调查了哈。那收视率非常高，有6700人看，表示他们还是关心这个上次多1000多万这个辩论啊。《纽约时报》说贺锦丽小胜川普啊，没有像CNN那么悬殊了哈。那另外呢，民调赌盘开讲呢，辩论会都认为是贺锦丽赢啊。那另外当然泰勒斯很重要啊，他抱着猫啊，所以被这个马斯克呢这个吃豆腐啊。那泰勒斯呢，昨天我看的时候500万人按赞，今天上午900，下午就超过1000万，所以他的粉丝还不断的给他按赞啊。来，蓝轩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场的话呢，事实上就这个政见的内容来看的话呢，其实并没有超过之前大家所谈的部分啊，这个包括呢，川普的这个对有钱人啊，这个可能减税，然后呢，这个贺锦丽对于中产阶级跟蓝领阶级减税等等。那我觉得这部分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次的辩论，我觉得最主要是策略之战，就是说双方的策略的话呢，事实上很不一样，而且策略呢决定了目前看起来大家看到的内容。显然呢，刚刚香伦特别提到说呢，福斯在检讨说有关于川普的策略可能太过守势。那反过来看，我们呢就这个贺锦丽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大部分的这些自由派的媒体都认为，哇，这个贺锦丽的这个的策略这个奏效，就是他用一个攻击式的方式，他去激怒川普让川普的话呢，因为生了气了，所以呢口不择言。那事实上也是那他包括了几个攻击点嘛这个攻击点里面包括说呢，不管是说他说谎啦、自大啦、自私啦，国外他碰过的这贺锦丽说他碰到国外媒体都觉得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统，觉得非常的可耻这个话呢说到最后呢，川普就已经快要抓狂了。尤其呢他说到说他的集会说呢川普的造势大会里面，每一个人呢都一开始看人还不少，后来呢都走光光了说因为他讲话很无聊啦，大家都无法聚焦啦什么的，气到呢这个川普呢根本就离题了，就回去跟他辩说没有我这个集会很多人我什么什么你的集会才少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策略奏效的地方，就是某个程度来说，贺锦丽显然知道川普团队的话呢，不断的提醒他，耳提面命告诉他说，你过去的用情绪性的方式去攻击拜登，去攻击贺锦丽，说他们是最烂的、最糟糕的，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所以这一次的辩论会，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说服老百姓但是呢，其实对于川普来说，你只要去激怒他，他什么事情都忘记了所以他还突然之间呢讲到说什么这个非法移民很糟糕，他们会来这个美国吃猫、吃狗、吃宠物，我觉得这已经夸张到某种程度那我觉得贺锦丽这一次呢，之所以让大家感觉上他事实上呢是可能觉得他表现比较好的原因，就除了他展开攻击，然后呢他讲的话的2分钟当中，大概都有一半或是至少1/3的时间自己讲了就会去拿去攻击这个川普，等于是化守为攻之外，他在川普讲了很离谱的话的时候，你看那个表情，我看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现在贺锦丽的表情已经成为表情包了，就大家呢在这个网络上面都会贴他的表情就是他有时候会皱眉头，有时候呢，尤其像比方说川普讲他爸爸妈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呢他是激进左派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到有点夸张到说他就在那边大笑，然后托腮抱胸，就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所以呢，其实贺锦丽在这一场辩论会当中，我认为他展现出他超乎大家想象中的自信，以及他主导整个的辩论的主轴的节奏，我觉得这一点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就像过去台湾也很多的辩论会呢，有人赢有人输，但辩论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你投票的意愿吗？其实未必那尤其是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尤其是他们还没有提出真正很不一样的政见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看它后续的联动效应。比方说有多少人因为这场政见会之后，因此站出来更愿意挺贺锦丽，比方说泰勒斯，比方说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目前看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我觉得后续的联动效应反而是值得关注的。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气氛起来了以后呢，贺锦丽是不是乘胜追击？那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他会不会在最后使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样的什么样的一个绝招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认为还有时间可以观察。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至少美国人对于一个好像过去不太认识的副总统女性不要忘记是女性，以前他们可能从来就觉得美国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性的领导人，现在我觉得他们这部分的疑虑开始有点消除了，至少是这一次第一场辩论会最主要的这个效果。基本上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了。其实是那民调那个什么几千万、6000、7000、8000万看都不重要了，重要是那7个摇摆州。对摇摆州的话，摇摆州也不是全部，也不是大家都跟着摇摆了。摇摆州只有那么几十万人在摇摆了，其他人已经不动了。其他人是变来变去吗？不会的。但是摇摆州那几十万，甚至有人说几百人，可能就几千人，可能就决定了。因为以前的选举证明之后看起来是这样，所以真的关键只有那些人。
就像川普其实对泰勒斯也不在乎啊，他真的不在乎，因为他本来就支持民主党的嘛。对，美国好莱坞也好，艺人也好，谁会支持共和党啊？很少人支持共和党啊，他自由派嘛。所以川普也讲啊，他本来就是支持民主党，只是什么时候出来表态而已嘛。抓了这个机会出来表态，他本来就不是支持我，我也不是他粉丝，他也不会支持我，都知道的，谁支持谁的。但那个7个摇摆州里面的那些摇摆的人，那才是关键的。休息一下再回来。那些人有没有看？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我们的幻象机掉海里，幻象机快30年了哈。然后呢，主要的原因说是上市动力啊，他们家属他在住在机场附近，所以听声音就知道幻象不如以前了。以前轰就飞上去了，现在这个声音叮叮当叮当，好像这个动力不足，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动力啊还要查？不过我觉得这次搜救过程哈是很搞笑啊。那当然，所幸的飞行员就给救回来了，但是我看也搞得一定精疲力竭。那飞官在这个地方跳伞以后呢，这个发现了他。然后呢，把他救到船上，然后呢，在无机港靠岸，那所以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飞机吊篮，他本来是飞机要救他的，飞机吊篮，直升机卡在半空，说吊篮故障，大概就掉了以后，他们上不起来，要把它收上来，收不起来，这不吊着那怎么办呢？就怕危险了，所以呢，就把它知道有船来救嘛，飞机就飞到比较靠近船的地方，叫飞行员自己再跳下去，游到这个艇上。当然飞官大概受过游泳训练了啊，否则你万一弹射到了海里怎么办？至少自救一下。那但是万一飞官昏迷了，或是体力不好，他怎么游呢？这飞官还算不错，算是受伤应该不重，所以还会游到这个艇，就被艇救起来。但你听起来不就很荒唐吗？所以呢说呢，这个救援的过程是拉扯啊。那另外呢，这个自己游到海巡艇，所以呢一度获救，结果又跳海。那这个医生呢说他这个谢佩勋没有大碍，就身体还不错了，看起来是飞官的身体应该不错了啊。原来传出来是说2架直升机吊篮都有故障。后来空军说没有2架的，这一架就很过头，还2架一共才没几架。管碧玲也被人家酸了所以你是发言人啊，因为管碧玲在po脸书吧一直讲他整个过程所以非常的这个及时，所以他就觉得说管碧玲好像是发言人一样海巡署说呢，我们并没有延误因为之前传出来说是因为呢本来要去新竹港。但是新竹港呢退潮，所以港进不去。后来他们说不是了，说新竹港本来就容纳不了那么大的船，这是讲说，所以呢并不是因为退潮所以进不去，也不是因为2架直升机所以呢这个管碧玲在 po 脸书所以大家认为管碧玲是想抢功，对不对？你这个官员你们抢功干什么？又不是民意代表，你又不是这个侧翼，也不是网红那管碧玲就发了文了。我看不太懂这文字，也许大家随着国文程度比较好，比较看得懂。因为他说后来有人批评他嘛，他说至于后来不知所以的抢功、延误急救、错判潮汐、错假讯息，与其说气恼，更让人感到同情。也希望这样操作背后的心，能够让这一晚的令人感动洗礼。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能够让这一晚的令人感动洗礼，而终究去污得净。来，国成，我觉得啦，我们还算很庆幸啊，我们幻象这个飞行员呐，这个谢姓的这个飞行员能够安全呐救来，那这个当然我们要庆幸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要发现到几个问题。金钟不是一直在谈这些飞行员的飞安问题吗？你们不是有改进很多措施吗？尤其每一次我们的总统
是兼任3军统帅，所以挥官安全与否，当然跟军中是绝对有关的。可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说要确保挥官的安全，可是从这8年来，幻象已经发生3次了。但是你们每一次都要改，可是我的解读就是，今天公祭，明天忘记。所以这些到底3军统帅的总统要不要很重视的，到底是飞机的问题，或者我们飞行员的这个技术的问题，这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不要说东说西的心态啊，都是一个不太正常。所以啊，我们说实在的各单位在急救的时候凸显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 SOP？ 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海巡也好，空军也好，还有这个海巡舰队也好，说实在的，你们在救灾的时候，还发生看起来似乎争功诿过这类，所以刚才我们那个海委会的这个主委，你写那个我们看不懂，只有你自己懂。所以我们说实在的，这里的 SOP 要不要做？但是以后救灾就是救灾，没有争相诿过。另外一个最严重，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我们的飞行员是大量不足的问题。到底我们3军统帅，我们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去处理这些事？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那个保卫台湾的这些飞行员的战力，然后在这里不足，所以我认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但是整个飞官的安全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呼吁我们3军统帅总统不要只有搞政治啊，这些也要注意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夜空变成白昼，12晚间幻象战机坠海之后，空军413运输机第一时间在新竹外海投放照明弹，但最后怎么是在台中港上岸？因为空军救护队的 S 轨动 C 晚间8点52分从嘉义基地起飞，9点半前抵达目标区投入搜救，约50分钟之后，在晚上10点20分，目视飞行员执行吊挂救援，但这时却发生吊笼故障。我们的救护士也随即下海，然后执行救护的工作，把人员打捞到挂篮之后，才发现这个钢绳没办法回收。这个时候17225还在南面很远的地方但是海巡署的2艘船已经在附近了。吊挂缆绳出问题，于是呼叫附近的海巡舰艇，而随后海巡100吨的台中队1洞洞3艇将飞行员拉上甲板，海巡35快艇则从旁借护。至于空军的直升机则飞回新竹基地。我们来聊渔港这样子阵容这个干潮的这个情况，那水深不足根本没有办法靠港但是呼吸港部分这个状况会好很多整个搜救过程一波三折，这是有别于空军时隔1天才对开诚布公。海会主委管碧玲则是第一时间就频频更新资讯，从晚间9点38分就开始po文，10点47分证实救到飞官，国防部则到11点08分才证实飞行员获救。相较于国防部的资讯封闭，管碧玲的公开透明则被称为空军发言人。这个问题我是第一次知道，海委会会比我们提早公布。海委会什么？您的建议我们虚心的接受，而是绝对要先确定内容是否正确，我们才来发。毕竟自己的飞官落水，却都由海委会帮忙发言，事到如今，空军也只能说声拍谁。再次跟您说声抱歉，好不好？我看到这个前立委吴世怀将军呢，他发了脸书了看了这是他说这个后来是因为这个飞官自己跳海，然后抓了救生圈嘛，抓上圈以后拼命游上海巡35吨小艇，这个时候要换机吊挂，因为要空运去治疗，海很慢嘛，空军比较快嘛，结果呢小艇也没有办法配合直升机的作业，所以说平时联合海空救难演习都是玩假的吗？你平常到演习些什么鬼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所以又被以往100吨船艇再次碰到吊挂故障，只好由船艇护送。护送本来要到新竹最快嘛，离那旁边，结果没有办法，又到台中。如果他
他的那个如果伤比较严重，或是身体不好，或者游不了，延误就医就完了，真的就完了嘛？来，小牛，这个如果管碧玲主委当初就好好处理嘛，因为大家联合搜救，大家都尽全力去搜救，这大家是共同的目标，是没有错的。你当初就好好处理，低调的去做，做完之后宣布好消息，大家一样会给你掌声嘛。但你用官署的身份，当然因为他是主官嘛，所以他当然可以第一时间得知很多消息啊。所以说我们距离3海，现在距离5海里，马上就距离3海里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请大家帮忙集气。你在干什么？文字直播，你是想要回过来选举是不是？那个你就是来蹭声量的嘛。我不太理解他在做什么。有点像网红。对，但你好好主观的位置不做，然后你做的像网红，然后甚至越俎代庖，因为照理来讲，应该理论上最快的速度应该是空军搜救，直升机直接吊挂送医啊。你海军署是辅助的一个角色，那你把它搞成这样子，去蹭声量没有意义，反受其害嘛。因为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有待加强的地方。但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看，这个有没有延误，应该是有延误。因为如果直升机的绞盘没有故障，直升机直接送回去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吊挂出问题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嘛？第三，幻想2000出问题是不是事实？都是事实啊。这个虽然非官获救，大家都觉得很难得，这个不幸中的大幸。可是这中间各个环节出的问题，难道不是重大的国安危机吗？每次我们在讨论共军绕台的议题的时候，大家讲哎呀，反正飞一飞就走了。可是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每一次我们的起降伴飞，每一次的因为这样子的国家安全的压力，所以的加强训练，难道没有造成？不管是军备上的损耗，或者是人员上的消耗嘛，这些才是真正要关心的议题嘛。不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获救，他活着，所以大家就歌舞升平。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他就相怨了嘛。还是要针对这事情的过程严谨性，还有大家有没有各司其职去做严肃的检讨，然后从系统上看能不能降低两岸关系的风险，恐怕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好不好？这个行政院长周荣泰肯定国防部海委会携手合作，做得很好啊。以后呢，吸取经验啊！不过我同意小牛了，就是真正重要不是在比这个军备了，你比不了的，那是一个无底洞。两岸之间怎么样化解那个比较紧张的气氛？敌对当然是敌对，他彼此没办法嘛，这几十年都是这样。但是气氛有的时候非常紧张，有的时候会比较和缓嘛。那和缓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频繁的起降嘛，所以他们说这个幻象，虽然你认为他救了，但是以目前的情况呢，起码还要再飞10年了。那未来10年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不知道。休息一下再回来。